可以预测，随着乌克兰军队的瓦解，北约的声音会越来越没劲。所有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北约的各个成员国好好的想一想。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北约的国家现在知道担心第3次世界大战了。乌克兰战争呢是在北约与俄罗斯的中间地带爆发的，如果战争继续升级，会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呢？最近呢，美国有人开始担心了。3月3号，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亚伦斯坦发文，对俄罗斯横加指责，同时也提出一定要避免第3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呢，乌克兰问题发展到今天的战争冲突，遇到难题的是北约，而不是俄罗斯了。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这场战争的爆发之初就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目的，要把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也就是说，俄罗斯并不打算把战争扩大到乌克兰边境以外，没有兴趣像早年的苏联那样用装甲集群部队一路冲到拉曼什海峡。北约国家应当问一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我们之所以提北约而不是美国或者是欧洲，是因为美国、欧洲和北约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拒绝出兵，现在战争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无辜平民的伤亡。美国的做法呢，在自己拒绝出兵的同时，一方面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制裁，激起俄罗斯的全面的愤怒，继续在添油；另一方面向乌克兰递刀子，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明显是希望这场战争打得再激烈一些，再多打一些时日。美国的居心是路人皆知，为什么说美国现在已经堕落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文明公害这是绝对没有冤枉他的。欧洲的各个国家当中，德国似乎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那就是要借此机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开支他要重新武装起来一旦他的军费增加到他计划的那个幅度的话，那德国就成了世界军费开支排名第3的国家。他想成为欧洲政治生活的领头羊。而新加入北约的几个东欧和中欧的小国还在积极地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准备接纳美国和英国的增援部队的驻扎，特别是立陶宛跟着一块起劲的制裁援助或美国英国搞军演还在不停地拨弄老虎的虎膝。我认为那是叫真正的不知死活。从表面上看，北约好像同仇敌忾，但实际上是各怀心思。准确地说，北约就是一个战争机器，当年的建立就是为了第3次世界大战而准备的。按理当年华约解体的时候，北约就应该同步撤销，就不应该再存在了。但是西方国家贪官相庆认为自己对共产主义是不战而胜狂妄了要把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通通掐死一定要把让自己心惊肉跳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腹大患俄国要彻底的赶尽杀绝。于是北约在美国的主导下继续的坚持东进，刀锋直指俄罗斯，为的就是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就在乌克兰为加入北约而不断的投杀俄州人，不断的向北约纳投名状的时刻，俄罗斯愤怒了，爆发了。从开战2周的局面看，北约国家的色厉内荏是一览无余。一开始是铺天盖地的制裁，甚至准备采取军事干预行动，都准备派兵了。现在朴实在统计与俄作对的不友好国家的名单，准备采取对策，明确北约如果在乌克兰建立禁飞区，就等同于同俄罗斯开战，将攻击任何携带武器进入乌克兰的车队。好，北约现在就进入到动嘴不动手，连擦边球都不敢打的状态了。可以预测，随着乌克兰军队的瓦解，北约的声音会越来越没劲。所有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北约的各个成员国好好的想一想。不管他们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现在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有把握的预测，因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利益的不一致，北约内部更加离心离德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作为旁观者，俄乌冲突各方的表现真是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当今这个世界，实力决定一切，所以
中国40年埋头发展，不称霸，不当头，不对抗，致力于发展自己，积蓄实力，完全正确。决心决定效果，那就是说对自己的核心利益就是不允许对手触碰，就算你是世界第一霸，那我也绝不让步。台湾问题绝不允许由美国说了算，只要有这个决心，美国照样会认怂。技术决定战术，俄罗斯人脾气火爆，不大会用与人斗争的技术，当然也就不讲什么战术了，直接开干。中国人不一样我们还讲究个策略与效果，时机与场合，因为中国人最擅长斗争策略。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尝一尝不同味道的胡辣汤那我觉得也是可以的。